粉丝老爸收拾屋的第4天，马上就接近尾声了，先把从屋子里收拾出来的废品给他卖了。是一个70多岁的大爷上来收的，一大堆卖了19块钱。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干这个活，也挺辛苦的。前3天把整个屋子里的东西都清出去，并打扫了些卫生。今天就是收尾的工作。那2个屋里的窗帘都是新换的，这个窗帘是旧的，拆下来放到洗衣机里洗一下。卧室的时候忘了给床挪开打扫了，今天本来想挪一下，发现还有个床箱里面有东西，而且这个床箱子也不怎么好了，都快要散架了，也没敢把床周起来，看看床底下也不太脏，所以就把床头往前挪了一块，把这个位置给它清扫了一下。等我们把床归位，床垫子放到床上的时候，我发现包床垫这个布上面全都是狗毛呀，是猫毛的，我也没分辨出来，反正这个垫子上好多毛毛。看了一下床垫子上没有，所以经过房主的同意，把上面这个床单给它撕下来了。上面这个垫子还挺干净的，又找了一个床单重新铺上。床箱里的东西也都不要了，直接装到垃圾袋里。第1天干活的时候也没带茉莉抹布，玻璃上好多水印，所以再用茉莉抹布给它找一遍。厨房的水龙头是坏的，都不出水，也不知道是角阀还是软管的问题。今天买了一个软管来先试试它好不好用。水槽子上一共2个水龙头，一个是净水器的，一个是速热水龙头，都挺好接的，就是2头直接给它扭上就行。我是先给它接到这个速热水龙头上，接完了以后一试，水龙头还是不出水，我怀疑是速热水龙头坏了，所以呢又给它扭到这个净水器的水龙头上了。软管不够长，只能接到右手边这个角阀上，打开以后水流特别的小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水龙头。等待的过程中把这个厨房外面这个阳台的玻璃擦一下，这个窗户上中控的玻璃透气了，看起来脏脏的，像没擦干净一样。大叔家这个房子是7楼，这个阳台的窗户也特别高，而且窗户都变形了，拉都拉不动的那种，也没有擦玻璃的专业工具，所以我俩只把里面的窗框和玻璃都给它擦干净了，外面擦不到了就没办法了。这个阳台的地面大叔也想着像5一间那个房子铺个地板革，但是没来得及买，等到后期让他自己铺吧。大叔家的门铃坏了，订了个水龙头都得上下面去拿，到了以后我就迫不及待的给它安上，看看它好不好用。确实是那个即热水龙头坏了，一接上就开始出水了，顺便买那个油烟机这个排烟筒也给它安上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原来这个墙上油烟那么重了。排烟筒是15公分的，墙上的管子是10公分的，排烟筒套上以后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隙，它原来还是敞开式的，也没粘上，所以那个油烟全都跑到墙上去了。所以我这次就拿胶带给它粘上了，也不管好看不好看，只要不漏烟就行了。将来的墙上肯定比原来要干净的多了，网线也给它固定起来了，看着比原来立正了不少。水龙头也有水了，家里面也没有刷碗布，正好最近这个塑料袋和洗洁精挺好的，测试一下它好不好用。大部分都能刷得挺干净，就是这个水槽子里我滴了点油烟机上的老油垢，这个刷不下去。对付这种老油垢还得用油污净，但是塑料袋和洗洁精正常的洗涤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我感觉也没有洗碗布拿得得劲儿，没有的时候可以临时用用。这些锅碗瓢盆是房主留下来说谁来住的时候可以用一用，我给它刷出来。但是我感觉这个房子租出去以后，下一个租户来的时候肯定会带自己的一套锅碗瓢盆来，就是刷得再干净他可能也不会用，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用。我挑了2个不怎么好的盆给他扔了，院子里这些废品能卖的大爷都拿走了，这些都是他不要的。我俩把那个净水器先搬到楼下去，里面全是水老沉了，再把这些不要的东西装到垃圾袋里。这时候把阳台上这个草都给它拔了，这个露天小阳台也有8、9个平方。上一个住家在这种过菜，这个盆里面还有葱呢。它这个露天小阳台我还挺喜欢的，晾个衣服呀，养点花种点菜的都行，偶尔再来一顿小烧烤，而且是楼顶，也不怕熏着邻居了。把刷好的这些锅碗瓢盆给它放到柜里面。刚才刷满的时候我才发现买的水龙头买错了，太短了，有的锅都接不到水，应该是按到卫生间水盆上的。后来我又买了一个大的给换上了，本来我以为是净水器那个水龙头坏了，把小的给它安上了，结果换下来以后发现还是流那种小水流，应该是跟它下边那个控制阀有关。我想着反正换也换上了，就不让它拆了，把那原来这个水龙头放到橱柜里，等到时候哪个坏的时候再换吧。开锅的位置总开灯，旁边摸的都黑黑的。刚开始我是用砂纸打的，突然想起来这个茉莉海绵擦不是可以吗？用之前给它用水打湿了，可能第1次擦不干净，然后你就把海绵擦再给它投干净，再来多擦几次就行。擦的时候别使大劲儿，稍微用点力就行。像墙上这种黑印儿也能擦出来。
门口这个垫子我早就看它不爽了，给它拿掉了以后才知道为啥铺这个垫子。它这个门口原来的门垫一个是拿胶粘的，厚厚的一层，喷上油污净用钢丝球根本就蹭不动。我是一边喷油污净一边拿刀给它铲的。本来这个门口我不想弄的，但是看着了不弄我还挺难受的，我俩在这铲了小20分钟了，好在最后的结果是好的，收拾完以后挺干净的，又拿抹布拖了2遍，这下看着舒服了。这个防盗门的打扫也是我们每家断舍离必干的一项，几乎每家的防盗门上都有小广告。像这种纸的喷点油污净它就软化了，用小铲子铲一铲它就都掉下来了。要是还有那种特别顽固的胶印可以用胶子宝，但是不管是油污净还是胶子宝，你喷之前一定先找一个背面试一试哈，有的门它会掉色，有的不会，如果掉色的话就别喷了，再想其他的办法，或者是多喷点水用铲子铲试试怎么样。它只要那个纸软化了就好铲了，咱以为这点活一会儿就干完了，结果这收尾工作一干也是5-6个小时，把洗好的窗帘还有佛龛帘都给它挂上，这一家就算彻底完事儿了。虽然东西不多，连扔带打扫也是干了3整天吧。现在这个屋子里面干干净净的，啥都没有，看起来更像一个温馨的小家了。虽然是个阁楼，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，而且格局也挺好的，还是南北通透的，北面有个小阳台，南边也有一个露天阳台，我相信不管将来谁住在这里都会感到很舒服的。再来看一下收拾前和收拾后的对比吧，看看这几天的成果吧。虽然东西不多，但是收拾出来看的也挺有成就感的。收拾完了大叔来看也挺满意的，这2天就回大连了，到时候再开启新的场景。